此时的杨天生有恃无恐地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随即下意识地又往前迈出了几步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洪元山到了，自己今日便已立于不败之地，剩下的就只是如何折磨这个姓叶的，以解心头之恨了。不过他感到有些惊讶的是，叶晨还是十分随意地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竟然一点都不紧张。而一旁的刘家辉此时干脆也坐回了沙发上，他是真想拉杨天生一把，只可惜这杨天生即将坠入悬崖而不自知，自己拼命抓住他一只手，先把他拉上来，没想到他竟然回刀砍向自己的手，这真是逼着自己放手，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了。很快洪元山便带着10多名双花红棍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洪元山戴着一个厚厚的口罩，让杨天生略微有些惊讶，不过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洪门老大。于是他立刻殷勤地迎上前去，口中恭维道：“洪先生，您终于来了。”洪元山看了他一眼，随即大声喝道：“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敢对叶先生无礼！”杨天生过于兴奋，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指着叶晨的后脑勺，脱口喊道：“洪先生，就是他！”说完，他脑子里忽然短路了一下，茫然地看着洪元山问道：“洪先生，您刚才说什么？”叶先生。这时候叶晨站起身来，转头看着洪元山，微笑道：“洪先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洪元山见到叶晨，双腿霎时间有些发软。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跪下去，因为叶晨这个人实在是过于可怕，不管今天到底是因为什么，自己先跪下去总是好的。可是一半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心中暗忖：我丢，这不对呀！老子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跟叶晨作对的，老子是跑来在叶晨面前博个好感的，我他妈的怕什么啊！意念至此，他看着杨天生，一巴掌狠狠地抽了过去，直接把杨天生的眼镜抽得飞了出去。旋即他口中怒不可遏地吼道：“他妈的杨天生，你这扑街到底从哪借的胆子，竟然敢跟叶先生叫嚣？你他妈是昨天晚上把你杨家祖坟扒了，跟你祖宗借的胆子吗？”杨天生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打电话摇来的人竟然不由分说的对自己动起了手。于是他捂着脸脱口道：“洪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找你来，你让你帮我解决那个姓叶的，你怎么打起我来了？”洪元山冲上去，抬手又是一巴掌，将他抽得连连后退，紧接着趁他步履不稳，飞起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。杨天生疼得惨叫连连，洪元山却不管他，直接一脚猛跺在他胸前，厉声道：“杨天生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叶先生对我来说犹如再生父母，你竟然让我来对付他，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”杨天生顾不得浑身上下的剧痛，整个人已经瞬间傻了。再多给他8个脑袋，他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。他心中慌乱无比的暗忖：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姓叶的不就是个航运公司的助理吗？刘家辉那个老狗恭维他我能理解，他不过就是想搭上这条线多赚点钱，可是洪元山为什么会为了他对我动手？而且这洪元山天不怕的不怕，竟然说那个20多岁的小子是他的再生父母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想到这，他连忙哭着对洪元山说道：“洪先生，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你，我认识这么多年，共事这么多年，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如此对我吧，这和手足相残有什么区别？”
我丢雷老谋，洪元山怒骂一句，又是一脚猛地跺了下去，直接将杨天生肋骨都剁断几根，冷声喝道：我警告你杨天生，你少在这里跟我攀交情。我洪元山早就不是过去的洪元山了，现在的洪元山是不屑于你这种狗杂碎为伍的。这还多亏了叶先生这盏人生明灯，及时为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，否则的话，我只会被你这种狗杂碎越带越远。说罢，他看向叶晨，双手抱拳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多亏你让在下迷途知返，否则的话，可能还与这种垃圾称兄道弟。叶晨也没想到洪元山的戏竟然这么足，他忍不住笑道：洪先生不愧是在娱乐圈浸淫许久的元老级人物，确实让我刮目相看。洪元山知道叶晨这话其实是在调侃自己，不过他也听得出叶晨这话里除了调侃之外并无任何恶意，看来自己今天的决定和行动是绝对正确的。于是他便立刻问叶晨：叶先生，这狗杂碎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叶晨笑道：我也没想好，我今日只是来刘先生的公司坐坐，没想到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，还把你也叫了过来，这件事你看应该怎么解决？洪元山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：这狗杂碎既然得罪了叶先生，那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他在世上扰了叶先生的心情。我让人把他带走，处理掉之后放在我走私冻肉的冷柜，拉到国外去处理，保证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洪元山这一席话绝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对杨天生动了杀心。经过昨天的事情之后，洪元山彻底明白了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以叶晨万龙殿之主的来头，多少个洪门也不够万龙殿塞牙缝的。所以他也立刻就想明白一件事，自己今后能不能活的是好是坏，不取决于叶晨之外的任何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让叶晨满意，只要叶晨能够满意，让他杀谁他都不在乎。他与杨天生确实有很多年的交情，但是他本身就是混迹江湖的，知道什么叫互相利用以及逢场作戏。杨天生只要对自己有利，那自己一定捧着他，罩着他，可他一旦对自己有弊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干掉他能为自己换取更大的利益，那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犹豫。杨天生听到这话，整个人当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无尽的恐惧涌上心头，让他的括约肌瞬间一松，屁股下面便立刻渗出一滩橙黄色的液体，将刘家辉办公室雪白的地毯染出醒目的一块。刘家辉愣了愣，忍不住哀叹：我的地毯，我180万港币买来的地毯。而杨天生此时已经顾不得尿裤子的行为，整个人惶恐至极的大声哭喊道：洪先生，饶命啊，洪先生！